喺呢個假片橫飛嘅年代，我哋每個人唔使出門口都可以睇雪，可以周遊列國。大家會唔會對於真實用心做出嚟嘅 content 都起咗戒心，變得唔再想 click 入去一條片或者停落嚟睇呢？再咁落去，我哋會唔會連對生活嘅好奇心都磨滅咗呢？正向心理學之父美國心理學家馬丁沙利文就曾經提出，好奇心係5個最能夠提升生活滿足感同埋幸福嘅個人特質之一。另一位學者更加指出，我哋未來嘅幸福多數係由培養好奇心同埋對新事物新體驗感到興趣所帶嚟嘅。過多嘅好奇心或者會殺死貓，但係適當嘅好奇心可以將我哋喺重複枯燥嘅日常裏面拯救出嚟。好奇心係人類最重要嘅特質之一。大家好唔好奇我而家喺邊呢？好奇嘅話就啱啦，呢條片嘅後半段會揭曉。所以要點樣對生活保持好奇心，唔俾假內容磨蝕咗自己思考同埋探索嘅能力呢？第一樣係我都會提自己嘅 AI 淨係一樣工具，唔係替代品。整呢條片唔係要排斥 AI，用得適當嘅話，佢可以係好好嘅生產力工具，甚至可以幫助我哋探索自我。佢可以好快咁幫我揾到目的地最齊全嘅景點，但係佢替代唔到我真正落地去行、去小冒險發現嘅地方，同埋發現呢啲地方時候嘅感受。佢可以幫我整理一本書嘅重點。但係佢替代唔到我睇緊嘅時候嘅思考過程，睇完嘅感想，嗰啲親身體驗、靈光一閃嘅時刻，都係屬於自己嘅。講起睇書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睇完嘅書啊！終於都睇完咗《蒙娜之眼》嘅第2本同埋第3本。我而家即將會講我嘅感受啦。佢係 AI 俾唔到你嘅嘢咯，同埋當你親身去真係逐頁去揭，或者你用電子閱讀器去睇又好，嗰啲令到你靈光一閃嘅瞬間咧，係 AI 絕對俾唔到你嘅。所以就係話 AI 作為一個工具，佢可以好好用，但係如果進一步分析、進一步去揾答案、問深層次嘅自己究竟係點樣諗嘅話咧，都係要自己去睇過、去摸過、去嘗試、去體驗過先會知道嘅。咁呢個蒙娜之眼嘅2、3咧，分別咧就係去奧賽美術館同埋龐畢度中心嘅。我喺睇佢第1本嘅時候咧，我係以一個小説嘅視角，即係個劇情嘅角度去睇。但係睇呢2本嘅時候咧，我反而當佢係一本分析藝術史，講當中嘅啲畫作嘅啟發嘅書去睇。咁我覺得用呢個角度咧，係會比起你用一個劇情嘅角度去睇會有趣得多嘅，因為佢本身其實佢嘅故事性唔係話好強啦，即係講一個10歲嘅女仔啊，突然之間有一日咧係有一個短暫性嘅失明，去睇眼科醫師啦，醫師就叫佢咧去睇心理醫生，然之後佢嘅公公咧就擅自帶咗佢去巴黎嘅唔同嘅美術館去睇畫作，當係一個心理治療啦。你會想像到佢入邊好大嘅篇幅都係會介紹一啲名畫啦、啲畫作啦，同埋當中嘅含義、出場嘅畫作跟年份去排序嘅，咁就會變咗係一條藝術史嘅時間線咁樣去睇啊。對於藝術有興趣嘅人係會覺得有趣嘅，即係由古典嘅藝術去到近代、現代嘅藝術中間經歷咗啲乜嘢咧？有啲咩重要嘅人物咧？同埋佢哋嘅作品可以啟發到我哋後世現代人啲乜嘢呢？我睇完呢2本第2、第3本之後，我其中一個最深刻嘅一部分呢，就係提出咗一個疑問：乜嘢係藝術啊？就令我諗起呢舊年啊，去中學嗰啲啦做 sharing，其中有一個同學，佢應該中4左右、中3、中4嘅學生，問咗一個問題：你覺得咩係藝術啊？佢作為一個10幾歲嘅青少年去問出呢個問題，係證明佢自己有自己嘅諗法嘅都。我就係答佢，我覺得如果你有嘢想表達嘅，無論嗰個形式係啲乜嘢，佢都可以係藝術。睇完呢本書，我再諗翻起佢問呢個問題，而家嘅我咧可能會想答佢：生活就係藝術咯。喺第3本入邊，佢其中一個藝術作品就係一個現成嘅溺水架，係藝術家咧當時想挑戰藝術既有嘅定義。佢嘅價值，而去百貨公司買咗個現成嘅已經完成咗嘅溺水架呢個貨品，佢同人講呢樣呢就係我嘅作品啦，打亂咗所謂我哋日常生活、普通生活同埋藝術嘅界線，因為佢覺得藝術佢應該係屬於大眾嘅，屬於我哋嘅生活嘅。
因為講到尾，我哋生活嘅時候好多時都需要創造，遇到啲乜嘢生活嘅難題，其實都係要靠我哋嘅創造力去諗一個解決嘅方法㗎嘛。之前咧我睇過一本書叫做《點子就是一直來》啊，佢就係講到點解人們係咁需要培養呢個創造力咧？因為唔單止係我哋呢啲創作者，係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裡面都需要創造力㗎，先唔至於生活係流於枯燥乏味，或者係遇到阻滯嘅時候轉一轉念就可以暫時解決咗個問題啦，咁就冇咁焦慮啦，令到個人 creativity 創造力就係同好奇心好緊密相關嘅嘢嚟㗎嘛。而家 AI 咁強大，世界名畫咧都可以喺2-3分鐘就做咗出嚟，即係你講求技術啊細節嗰啲 AI 的確係可以做得好兼顧得好仔細啦，但係其實佢背後嘅作品背後嘅意念啟發到創作者本身嘅一啲 ideas， 同埋啟發到觀眾嘅感受咧，都係 AI 難以去取代嘅。就正正係嗰一瞬間所謂嘅一啲啟發 bling 一聲嘅 moment 啫，係專屬於自己獨一無二。我睇完晒先發現蒙娜之眼呢3本書嘅封面係有呢個細心嘅巧思嘅。呢個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上面嘅頭巾咧，第一本係深藍色，然之後中間第2本係淺咗嘅藍色，最後一本咧就已經係淡卻晒毛嘅顏色，亦都係好好咁呼應咗佢呢本書入邊嘅主角10歲嘅細路女蒙娜即將會面對失明嘅危險。又去翻今日呢個 topic 啦 ，AI 佢可以將藍色將色彩形容得好具體，或者佢可以1分鐘就將唔同程度嘅藍色去呈現喺大家眼前。但係最深刻嘅究竟係一個數據庫去提供俾你嘅形容啊，定還是係你親身去睇過、親身經歷過、留咗喺記憶入邊嘅嗰種感知呢？第2點就係，就算我哋用 AI 都可以好積極咁去思考。例如，當我哋問 AI 一個問題，佢俾咗答案啦，會唔會仲有啲咩問題可以繼續深究落去呢？點解 AI 會咁答呢？係咪可以有其他假設嘅答案呢？去引導自己諗多少少。問 AI 藍色代表啲咩意思？佢可能會話代表深沉。咁點解係代表深沉呢？自己嘅記憶裡面有冇啲關於藍色嘅回憶呢？即係等同於睇書嘅時候，作者俾我哋嘅嘢，我哋未必就要全盤接受。大家睇我嘅片都會有唔同嘅觀點啦。除咗睇書，去睇下有唔同觀點嘅內容，都可以幫我哋保持翻積極嘅思考，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去判斷啲內容嘅真假，keep翻個好奇嘅心。background 一轉，我已經嚟到咗喺雲南昆明我朋友嘅屋企啦，飛咗嚟昆明去探佢啦，然之後大家一齊玩幾日，前2日都去咗大理嗰邊玩嘅。朋友咧佢係舊年辭咗職之後就嚟咗昆明定居嘅，所以我都有訪問到佢呢1年嘅生活過成點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多人都怕冇收入個感覺嘛，我都有焦慮嘅，但係我用我嘅方法去慢慢搣嗰個儲蓄咯。你總有方法我覺得。我攞錢過2次都係加咗人工之後冇幾耐，之後辭咗。好黐線！原來我真係唔需要成個嘅，我真係呢個背囊，其實我都唔捨得。講翻今日呢個 topic，雖然咧我頭先先至同大家推薦完呢排睇完嘅書，因為我好中意睇書啦，好想咧將我睇到嘅好書去分享俾大家。我自己咧都好中意睇一啲其他嘅說書 channel 啦，無論係外國啊或者香港嘅一啲說書 podcast，去揀選我即將落嚟會睇嘅書咁樣。但係咧，我必須要講，如果想喺一個 AI 時代嗰度繼續保持呢個探索，保持呢個好奇心、新鮮感嘅話，間唔中唔理呢一啲演算法嘅推薦，或者唔跟我講嘅書單，實際去一間書店或者去戲院揀一本你中意書，揀一套你想睇嘅電影，嘅感興趣嘅電影。呢個時代資訊可以流通得好快，你可能會發現有一排同一本書咧，佢係會好 hit 嘅，好多人講套戲，好多人講咁樣。
變咗咧，你對於可能新書新戲嘅嗰個知識就局限咗喺嗰度，其他嗰啲咧就一律不感興趣噶啦。但係因為呢個市場上面每個月都有好多嘅新書，有陣時如果可以翻去細個冇手機、冇呢一個 IG、冇 YouTube 嘅年代，真係自己想睇書啦，就親身落去一間書店嗰度睇下有啲咩書令到自己感興趣嘅，往往係會最有意外驚喜。例如我嚟咗昆明幾日啦，我朋友咧帶咗我去一啲在地啲嘅獨立書店，我喺嗰啲書店嗰度咧非常之開心，好多書咧都係我冇聽過，但係我有感興趣嘅，我都會想拎上手嚟睇嘅，所以咧我都買咗一本新書啊，遲啲如果有機會嘅話再同大家分享下啦。睇戲其實都係一樣，即係好多時有啲戲究竟多唔多人入場睇，可能好睇佢嘅宣傳嘅，如果冇乜宣傳，喺網絡上冇乜話題嘅話咧，就好似冇乜人知道嗰套戲。但係其實佢可能係一啲寶藏嘅電影啦，可能2-3年前我睇過嘅 Aftersun， 或者係嗰套有套叫 Close 嘅親密，一啲外國嘅電影咁樣，佢哋其實可能相對比較小眾，或者同朋友講啊，佢哋都冇聽過嘅喎。咁但係我可能親身落去戲院見到張 poster， 見到佢1-2句簡介，我就決定買飛入場去睇啦。然後睇完咧，我又真係好中意嗰2套戲喎。就係呢啲位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 keep 住嗰種對於事物嘅新鮮感啊，即係唔至於話入場睇一套戲啦，睇完都唔好睇嘅，邊個推薦啊，都唔好睇嘅，打手嚟嘅咁樣，就好似會磨蝕咗一啲對於事物嘅新鮮感，或者係你嗰個探索嘅好奇心。咁如果有陣時間唔中啦 ignore 一下呢個演算法，自己去探索嘅話咧，往往都係會有意外驚喜嘅。當你經歷咗嗰個收穫意外驚喜嘅嗰份心情之後，刻咗喺你嘅記憶裏面，再下次咧又會想重複翻呢一個動作，重複翻呢一個練習。我朋友阿 Jo 咧，佢住呢個地區非常之有 feel，好舒服嘅感覺啦。雖然今日係落好大雨，但係都無損我哋嘅雅興啊。去行咗好多唔同嘅書店，我而家獨自遊走咗喺昆明嘅街頭。我朋友佢有啲事行開咗啦，要翻屋企嘅，咁就我自己喺度行緊嘅時候咧，錄埋最後一段呢條片最後一個 point 最後一段説話啦。我覺得喺 AI 時代點樣可以保持一個好奇心咧？同真人嘅連結非常之緊要，即係同朋友、同屋企人又好，或者係同身邊嘅人又好。當你同一個真人去面對面啦交流嘅時候咧，如果你 feel 到同佢係啱嘅話，你就會激發咗你對佢嘅好奇心咯。當你哋再進一步交往嘅時候，咁你了解多咗佢啦，因為你對於佢嘅人生故事、佢嘅經驗係會感到好奇噶嘛。咁嘅時候咧，你聽完一啲唔同人嘅人生故事之後，又會激發咗你自己嘅一啲唔同嘅諗法啦，會令你覺得係喎，從來冇喺呢個角度去諗事情噶喎，或者係佢嘅某啲人生經歷會令你觸發你去做一啲你想做但係一路唔敢做嘅嘢。即係大家嘅意見觀點未必係100%相同嘅，但係就係因為呢一點先至可以激發到人與人之間嘅嗰種交流火花嘅作用啊。當你真心係去同一個人做連結嘅時候咧，你嘅好奇心就唔會磨滅咯，我覺得係。同埋去同 AI 交流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可能會順住你嘅意思去俾回應你。同真人交流係佢係真會俾一個真實嘅反應、真實嘅 feedback 你。雖然而家咧我都見到最近係有人教點樣可以同 AI 講唔好下下順住我啦咁樣，但係始終人同人嗰個即係個大腦個思維好複雜啊，每個人都唔同啦，所以每個人佢可能比你預期個反應都好唔同嘅時候咧，先至可以係真真正正咁樣啟發到你思考你嘅生活啦，思考你嘅工作啦等等唔同嘅面向。有陣時睇書就係為咗去了解呢個世界上一啲唔同嘅觀點與角度啊嘛，了解呢個世界更加多，比讀書可能更加直接嘅一個方法就係同唔同嘅人去交流溝通咯。譬如呢2日咁樣，我同我朋友阿 Jo 咧傾咗好多偈。雖然我哋嘅狀況可能會似啦，即係大家都攞辭咗啦，過緊一啲低收入嘅生活，但係我哋看待事情嘅方式或者角度咧，都係會有唔同。
聽佢講嘢嘅時候，或者佢聽我講嘢嘅時候，咁大家就會覺得係一件好有趣嘅事咯。跟住聽佢講嘢呢，又會激發咗我對於昆明呢個地方好奇心喎。之後會諗點解佢會揀住喺呢個地方呢？點解係呢個咁特定嘅區域呢？即係好似同人交流就會係激發咗對於周圍世界嘅一個好奇心。當你對呢個世界上保存呢個好奇心，想探索嘅能力，想探索嘅心嘅時候，你嘅生活我覺得就唔會話好枯燥、好悶。去拍今次呢條片嘅 idea 咧，其實係源自於我上星期入大學做 sharing 嘅時候，其中一位學生咧問咗我個問題，就係依家 AI 發展得越嚟越快，即係佢好多片好多內容其實佢都做到，我點樣可以去對抗呢樣嘢呢？我覺得未必使去對抗，正如我片頭講開啦， AI 係可以一個好有助力、好有效率嘅工具，但係如果當我知道我唔係想揾佢嚟做替代品，去替代一切嘅體驗或者感受嘅時候，我做嘅嘢係咪就真係只能夠對抗佢呢？我係咪只能夠俾時代嘅潮流推住去行呢？定還是我可以跳咗落去個洪流嗰度，同個時代去一齊游呢？因為我覺得科技嘅嘢，其實你點樣反感都好，係抵抗唔到嘅。個時代就係要我哋變化得咁快，做嘅嘢或者唔係真係去抵抗佢，而係好好咁利用佢，然之後保留翻自己感知、自己探索事物嘅嗰種心情。好啦，咁今日嘅片咧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雖然咧你哋睇到呢條片嘅時候，應該已經係翻咗嚟香港，但係喺呢趟旅程拍咗嘅好多素材、好多主題啦，都會係之後嗰幾個禮拜陸續發布嘅。多謝你哋又一次嚟睇啊！都想多謝訂閱咗我 Patreon 嘅觀眾朋友們。咁我哋下條片好快再見，拜拜。